感觉像有无数根绳索将我的心脏与一块铅锭紧紧捆住。那令人窒息的沉重感将我拽出睡眠，我猛地睁开双眼。我环顾着这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卧室，一个认知狠狠击中了我，我重生了。我拿起手机，屏幕亮起，显示时间是凌晨4点。窗外地平线处已透出一线微弱的灰白。回想起前世被送进 ICU 的情形，我立刻给我妹妹克莱尔·道森打电话。克莱尔，立刻停下你正在做的任何事。她的回答夹杂在急促的喘息和哽咽声中传来。不行，梅芙，妈妈出现在我梦里了。她说，如果我不在日出前登上雾霭山山顶，那些恶灵就会把它撕碎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妈妈被欺负，却什么都不做。总之我得走了，太阳不到1小时就要升起。如果那时我没到山顶，就太迟了。电话挂断，耳边只剩下冰冷的忙音。紧接着，我那颗原本健康的心脏猛地一阵抽紧，仿佛被人攥住拧角。剧痛席卷全身，令我蜷缩起来。我捂住胸口，大脑飞速运转。我妈妈玛格丽特·黑尔一直非常笃信灵异之事，克莱尔跟着她长大，最终也变得同样迷信。当克莱尔告诉我妈妈出现在她梦里时，我以为她只是太想念妈妈了。而且，克莱尔非常健康，从未有过任何心脏问题的迹象。所以，即使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，我也从未想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可能与克莱尔登山有关。认为他的伤害会以某种方式转移到我身上，这想法太荒谬了。我告诉自己，这只是因为突然失去母亲带来的打击。我以为自己的身体只是在悲痛中垮掉了。但随着事情接连发生，很明显，我在为克莱尔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我的目光落到自己的手臂上，一个疯狂的念头闪过脑海。我紧闭双眼，做好准备，用尽全力将前臂猛砸在木质书桌尖锐的边缘上。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的心脏在胸腔里骤然紧缩，仿佛发出了最后的警告。双重剧痛袭来，让我难以承受。视线开始模糊，我失去了意识。第2章，我睁开眼睛，首先看到的是克莱尔的眼皮，它们肿得像核桃，下面的黑眼圈怎么也遮不住。梅芙，你终于醒了。你不知道卡米拉打电话给我时我有多害怕。我已经失去了妈妈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她扑进我怀里，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。刚走进来的医生忍不住说道，你们姐妹感情真好。道森小姐，昨晚你被送进 ICU 时，你妹妹在外面等了一整夜。听到这话，克莱尔从我怀里挣脱出来，她脸颊微红，擦掉眼泪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我注意到她的手臂完好无损，而我的右臂却打着石膏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看来这不是某种互相伤害，只有她的伤会转移到我身上。门口，克莱尔已经在急切地向医生询问如何护理我。看他那副担心的样子，任何路过的人都会以为他非常关心我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把他叫过来，克莱尔，回家去休息吧。如果你也病倒了，那就真的没人照顾我了。这里有护士和卡米拉照顾我。听我的，好吗？看到他眼中想反驳的神色，我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。他终于让步了，告诉我如果有什么事立刻打电话给他。克莱尔离开后，我让医生给我做了全套检查，特别是心脏，但结果并非我所愿。报告显示我完全健康，尤其是心脏，在所有扫描图像上都完美无瑕。我查看了日期，根据前世的记忆，离我摔倒摔断肋骨的日子只剩3天了。首先，我命令安保队严密监视克莱尔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他不准踏出家门一步。接着，我搭乘红眼航班飞往国外，咨询了我能找到的最著名的心脏病专家，但他仍然找不出任何问题。回程途中，我绕到哈文利亚，咨询了当地最著名的通灵大师，希望他能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
他坚称我身上没有任何超自然力量附着，让我回家好好休息就好。胸痛很可能只是失去母亲的悲伤所致。他说，如果情况加重，就去看医生。无论是科学还是超自然，都无法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了回家的航班。整个回程途中，我不断回想前世的一切，试图不遗漏任何细节。即使走出机舱，我仍在思考，这个科学和迷信都无法解释的现象，究竟是如何发生的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惊恐颤抖的声音：梅芙，克莱尔不见了。我在登机桥上停下了脚步，下一秒，我一脚踏空，从台阶边缘踩空，重重摔了下去。再一次，我全身淤青，断了5根肋骨。第3章，我又回到了医院，而这一次显然把克莱尔吓坏了。他哭得厉害，一遍又一遍地道歉：对不起，梅芙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没有坚持要完成妈妈的遗愿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对不起。在我的前世，直到我死去那天，他从未就伤害转移的现象说漏过嘴。这总让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知道这件事。他是我在世唯一的亲人，我不想把他往最坏处想。但他哭个不停，他的声音仿佛钻进我的颅骨，加上我不断以荒谬的方式受伤，我的耐心耗尽了。够了！你为什么要去跳伞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待在家里吗？妈妈已经死了，她的遗言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？重要到让你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？我让保镖全天24小时守在家里，你到底是怎么出去的？不只是保镖看着他，从我回来的那天起，我就在房子每个角落安装了摄像头。然而，没有一个摄像头拍到他是怎么溜出那所房子的。克莱尔突然安静下来，停止了啜泣，泪水挂在他的睫毛上，他震惊地沉默着，盯着我缠满绷带的脸。梅芙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是我们的妈妈。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最后几个字几乎低不可闻，仿佛我再逼问下去，他就会崩溃。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去跳伞了？你在监视我吗？我眼中闪过一丝愧疚，但声音依然坚定。你只需要知道我是为你好。现在回答我，你是怎么出去的？他脸上掠过一丝受伤的表情。再次开口时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挫败。我用我们小时候挖的那个狗洞，我从那里爬出去的。听到这话，我惊呆了。我们的父母离婚了，克莱尔跟着妈妈，我跟着爸爸。直到爸爸突然破产，妈妈争取到监护权，我才搬去和他们一起住。我们开始生活在同一屋檐下。那时，他们刚把我接回家，我情绪低落，性格乖戾。我只愿意和院子里的流浪狗玩，但妈妈严格规定不准养宠物。当克莱尔发现我偷偷拿食物喂一只小狗时，他没有告发我。我们沿着篱笆挖了那个洞。那是我们为数不多和平共处的回忆之一。我让保镖严密监视他，是因为我想证明他不是策划这一切的人。我想在他身上排除嫌疑。但现在，所有迹象都指向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个答案。躺在病床上，我叫出了他的名字：克莱尔·道森。他立刻挺直了身子，脊背瞬间僵硬，双眼因警觉而睁大。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姐姐，那么从今天起，你就待在家里，哪里也不准去。喂，为什么？他问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他立刻缩了回去，像个挨了骂的孩子一样点头。如果妈妈再出现在你梦里，先告诉我，我来处理。为了亲自看住他，我不顾医生的反对，自己签了出院同意书，回家休养。一回到家，我就拿走了他的身份证和护照。我还打电话给机场，以他的名义设置了旅行限制，使他无法离境。我甚至打电话给一个在邮轮公司工作的朋友，警告他不要让克莱尔上船。如果他们看到他，必须立刻把他送回来。我朋友笑了，说我是他听过的最保护妹妹的姐姐。他不知道，这是我知道的唯一能活下去的方法。
就在我终于能睡着时，我被一种仿佛从内到外冻僵我的寒意惊醒。第4章，我浑身都在无法控制的颤抖，刺痛眼睛的泪水一流出，眼眶就冻在了脸颊上。我把毯子紧紧裹在身上，让保镖把暖气开到最大。即使室温升高到令人窒息的华氏95度，约35摄氏度，我仍在发抖。而同一个房间里的保镖脸色苍白，衬衫已经被汗浸透。一股冰冷的恐惧在我胃里翻腾。克莱尔在哪儿？我问。保镖重重地跪倒在地，对不起。他。我闭上眼睛，最后一点力气被愤怒吞噬了。你们都没用吗？我每月付你们18000美元，你们还看不住他？如果不想干，就滚出去。我想抓起边桌上的台灯砸向他，但双手冻得麻木，台灯从我指尖滑落，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你还跪在那儿干嘛？滚出去找他！难道还要我说请字吗？惊呆的保镖似乎终于回过神来，冲出了房间。我用僵硬的手指拿出手机，我安装在克莱尔手机上的追踪器显示，他的小圆点已经在地图的最南端了。我拨通了他的号码，电话立刻接通了。电话那头，我只能听到狂暴寒风的呼啸声。就在同一瞬间，我感觉那阵风仿佛直接切入了我的骨髓。克莱尔，立刻停下，回来，现在就去找地方避寒，别待在外面。他的声音在风中颤抖，破碎，不行，没福。妈妈说这是他最后的心愿，一旦我替他完成这个，他就能安息了。寒风灌进我的嘴里，冰冷刺骨，我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你知道。电话嘟的一声断掉了，我没能说完。我踉跄着爬到存放他护照和身份证的抽屉前，麻木颤抖的双手把里面的东西都碰掉了，纸张散落一地。那天他交给我的护照和身份证是伪造的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每一次伤害最终都会落到我身上。他为此做好了准备，甚至准备好了伪造的证件。而且直到现在，他还一直装傻，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。他真的想杀了我，但我不明白。我们俩都很健康，遗产方面也没有纠纷。他为什么要杀害自己唯一在世的血亲？我瘫倒在地，发出一声嘶哑破碎的尖叫。就在这时，一张纸滑入了我的视线。看到它的那一刻，所有我曾忽略的零散细节瞬间拼凑在一起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妈妈只出现在克莱尔的梦里，为什么本该他承受的伤害全都转移到了我身上，以及为什么他如此决意要杀了我。所有真相的碎片终于各归其位。